没有坤坤的怪兽要怎么尿尿？居然是从奈子里，这绝对是4月最没素质的男主。当街尿尿后，哭喊着自己要嫁不出去了。他叫卡夫卡，是一名怪兽尸体清洁工。这个世界时不时会有各种怪兽出没，比如现在这只体型庞大的恐龙兽。而政府也有相当丰富的处理经验，将附近的人员疏散引导至避难所后，又用战斗机将怪兽引到了宽阔的地方。其他地方的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看着直播，和大部分观众期望的一样，前来解决的正是最强的第3部队。队员们统一的战斗服，直接从直升机上跳下来，然后配合默契的迅速将怪兽击倒。附近的天空仿佛下了一场血雨。站在怪兽尸体上英姿飒爽的女孩，就是第3部队的队长亚白米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怪兽解决之后的战场要怎么办呢？当然是交给卡夫卡所在的清理公司，他们要将怪兽进行分尸处理。划开肌肉后，新鲜的尸体往往还会溅出血，更别提腥臭的内脏之类的处理了。还要时不时搞一些样本给科技公司。这时有人下令吊起内脏，卡夫卡大惊，那个还不能提起来呀！然而已经晚了，爆炸的内脏直接灼烧了离得最近的队员。卡夫卡上前帮忙处理伤口，看得出来他的经验相当丰富。而这么庞大的怪兽尸体，他们要在1周内处理完毕。刚讨论完，可怜的卡夫卡就被调去了肠道区域。肠道是怪兽们最恶心的内脏，可想而知能从里面发现什么宝贝。反正卡夫卡每次处理肠道都恶心的吃不下饭。晚上回到家，看到那位亚白队长的身影，谁能想到在最底层的卡夫卡居然和传说中的战神米娜是青梅竹马呢？看着电视上英姿飒爽的米娜再闻闻自己身上的臭味，卡夫卡只能用清洁也是用来帮助他人的重要工作来安慰自己。第2天，卡夫卡一早来到办公室，没想到居然来了个兼职生，名叫世川。和以前的卡夫卡一样，都梦想着加入防卫队，可惜现在已经完全混成公司的老油条了。世川忍不住开口质问他为什么要放弃。卡夫卡沉默了一瞬之后回答：我也用自己的方式努力过了，但是人外有人，自己的才能这样也就到顶了。更何况现在年纪大了，再谈什么梦想啊憧憬啊，太奢侈了。世川却也不会也永远不想懂卡夫卡那种想法，他也永远都不会放弃。今天是世川上班的第1天，也是卡夫卡连续清理肠道的第2天，谁让他很擅长做这个呢？不过抱怨归抱怨，他还是老老实实去清理了。而没经验的世川中午直接被恶心的吃不下饭，卡夫卡便好心给了他一袋维生素，不然下午都没力气继续工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2个鼻塞。又一天的清理结束了，同事们都先坐车离开，就只剩下了卡夫卡和世川。世川这小子就是傲娇了点，还是知道好歹的，特地过来向卡夫卡道谢，感谢他的鼻塞让自己撑过了第1天，还告诉了他一条好消息：防卫队员的招募年龄限制放宽到33岁了，也就是说卡夫卡今年可以重新追梦了。结果世川话还没说完，身后突然冲出来个怪兽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卡夫卡冲上前一把将其拖走，然后让世川赶紧跑去通知防卫队，他可是要加入防卫队的年轻人，怎么能死在这种地方？留下来也只是送死。世川只能跑了，卡夫卡则引着怪兽往宽阔的地方跑。这怪兽跟个骑行种一样，还好速度并不是很快。卡夫卡中途捡了根棒子，直接冲进一条狭窄的巷子，怪兽挤不进来，总算暂时被甩开了。而卡夫卡跳下去的一瞬间，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段和米娜的往事。那时候他们都立志成为防卫队员，如今却一个在天一个在地。卡夫卡为弱小且狼狈的自己感到不甘，刚好怪兽又追上来了，他干脆转过身去直面对方，脑子里明明想的是我要打他的脚，却在下一秒就被怪兽一巴掌拍飞，脚受伤动弹不得。眼看怪兽要张开血盆大口将其吞吃入腹，卡夫卡眼中顿时失去了光彩，他绝望了。但绝望之际，世川居然举着武器又回来了，这一次轮到他救前辈了。更何况如果他真的丢下卡夫卡一个人逃跑，又有什么资格成为防卫队员呢？当然跑回来是因为他通知了防卫队。看着后背为了不能动的自己和怪兽激战，不甘和愤怒充斥了卡夫卡的内心，他大吼一声可恶呀！结果一只白虎突然冲上来，随之而来的还有米娜。只是电光火石之间，那只把世川和卡夫卡逼到绝望的怪兽就成了一滩烂肉。米娜冷漠的下达指令，让队员们送伤者去治疗，仿佛根本就不认识卡夫卡一样。卡夫卡和世川一起被送到了医院，世川很感谢前辈的救命之恩，傲娇的称赞他很帅气，同时觉得如果卡夫卡放弃成为防卫队员的话，未免太遗憾了。这番话让卡夫卡终于停止了自欺欺人，什么年龄大，什么能力不够，都是借口而已，他还是想成为防卫队员呢。结果话音刚落，就看到面前出现个小怪兽，还不等卡夫卡尖叫喊人，小怪兽居然直接飞到他嘴里。紧接着卡夫卡的身体发生了异变，在病床上扭曲呻吟。听到隔壁床动静的世川赶紧下床查看，拉开帘子一看，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他那么大一个前辈呢，怎么变怪兽了？比他更惊骇的是卡夫卡自己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偏偏这时候有个老头路过，直接冷静掏出手机打给了防卫队。虽然不知道咋回事，世川还是慌忙喊前辈快逃。2人逃跑之后，防卫第3部队
队也集结了，政府也通知附近的居民进入避难所。时间回到不久之前，卡夫卡现在虽然是怪兽形态，但并没有失去理智和身体的控制能力。看到老头吓得不行，石川赶紧让前辈给老爷子笑一个，结果笑完之后，老头直接吓晕了。卡夫卡慌慌张张上前关怀老头，只是扶了下墙，就把整个病房给震塌了。这下其他病房的病人也出来了，一看，我操，有怪兽啊！再继续待下去，卡夫卡还不知道会惹出什么祸，连忙跑到窗边想拉开窗户跳下去，这么一拉，直接把整面墙毁了。还不等卡夫卡为自己现在的力量得意，就听到护士小姐的声音：当务之急还是得快逃。石川大脑风暴，首先还是得确认这个怪兽究竟是不是前辈。一回头看那个畸形种，傻了吧唧的前辈还在那里。石川快看，我在生吞活鸟哦！好在很快就变回了人性。结果跑着跑着，这不靠谱的前辈又说想尿尿，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原来怪兽是用奈子尿的。当街小便之后，卡夫卡就哭着喊着说自己嫁不出去了，躺在地上为自己的未来感到绝望，尤其是意识到自己没法再当防卫队员了。这时卡夫卡似乎听到了地下传来什么声音，脑海中随之出现了怪兽的脸。与此同时，防卫队也收到了第二只怪兽出现的通知，米娜不得不带着一部分队员去新的地点。新怪兽的出现对于卡夫卡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，防卫队一部分注意被那边吸引，他也能更好的逃脱了。但卡夫卡毅然决然往他感应到的怪兽方向跑去。一个女人被压在了废墟下，她的女儿正拼尽全力想救妈妈出来。就在这时，两个滴溜溜的大眼珠子出现在小女孩身后，妈妈让女孩自己快逃，可女孩说什么都不愿意扔下妈妈。下一秒，怪兽就掀开了他们顶上的废墟，眼看母女俩要成为怪兽的餐点，卡夫卡来了，一拳就将庞大的怪兽打飞。打完他自己都震惊了，我去，我居然这么强！小女孩以为这也是个坏怪兽，吓得瑟瑟发抖，尤其是在看到卡夫卡扮鬼脸之后。好在石川及时赶到安抚了女孩，卡夫卡也赶紧把石板掀开，救出了女孩的妈妈。没想到那只怪兽又卷土重来，这一次卡夫卡想全力打出一拳，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等石川带着母女俩远离之后，卡夫卡将全部力量积蓄在掌心，然后全力挥出一拳，怪兽直接飞出去，在空中爆炸，战场也被这场血雨洗刷。石川同样不敢置信。卡夫卡回过神来，想送女孩的妈妈去医院，然而看着她浑身鲜血的模样，女孩吓得缩回石川身后。但卡夫卡还是上前安抚对方，防卫队马上来了，自己也会立即离开，所以不用害怕。可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，女孩小心翼翼地喊了声怪兽先生，并且认真地对他道了谢。这句话让卡夫卡回忆起了那些青葱岁月，仿佛间还看到自己跟米娜并肩作战的未来。于是他下定了决心，他还是要去参加防卫队，去到他的身边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卡夫卡也逐渐恢复了原状。不过防卫队很快就来了，卡夫卡和石川只能先带女孩妈妈离开。米娜看到战场只剩下一个小女孩，就问她怪兽长什么样，自己一定会干掉她。没想到女孩紧张地问她能不能别杀好怪兽。最终防卫队还是没找到卡夫卡变成怪兽的踪迹。从那之后的一段时间，各大电视台都在报道这只怪兽的相关新闻，并给它取名为8号怪兽。知晓内情的石川心情非常复杂。这时上司给了他2份文件，是他和卡夫卡的，但是卡夫卡已经去工地了，让他帮忙带过去。原来是防卫队选拔考试的结果通知单，石川和卡夫卡都通过了初试。石川开开心心的往工地跑去，同事们虽然经常拿这事儿开卡夫卡的玩笑，但也却真心希望他能实现梦想。而石川到工地的时候，卡夫卡正在吃早饭，一扭头是个怪兽头，气得刚才个兴冲冲的石川飞起一脚。现在卡夫卡还不能完美的控制身体，还好现在工地就他俩。那天晚上他们俩是伪装成被怪兽吓跑的，看到医院安全了又回去了，大家便没多想。不过卡夫卡看到自己初试通过并没有很激动，因为他一般都会在第2轮测试才落选，笔试是初试，第2轮就是在防卫队眼皮子底下测试了。石川是真的怕他一不小心暴露，那估计会被当场杀掉。可就算是这样，卡夫卡也必须参加，毕竟他今年就32岁了，这也是最后一次追梦的机会。作为贴心后辈，石川当然是支持前辈的。结果下一秒，卡夫卡就因为拧了个瓶盖变成了怪兽。收回前言，你还是别参加了。等石川走后，卡夫卡长吁一口气，还好初试过了，不然在后辈面前也太丢脸了。不知不觉到了第2轮测试这天，卡夫卡和石川开着公司的车到了测试地点。看着匆忙的大家，卡夫卡也赶紧准备去签到处了，却被一个双马尾美少女叫住，一上来就管他喊大叔。卡夫卡当场破防，我才32，怎么就大叔了？双马尾不以为意，因为他今天的幸运数字是5，而卡夫卡的车刚好占了55号车位，所以他希望卡夫卡能挪个车让自己停进去。卡夫卡被气得话都说不囫囵了，看他不愿意，双马尾直接当场脱衣服，然后单手抓起那辆车扔到了一边。接着他自信的自我介绍：4职工齐可露，爱好是杀怪兽。说完后凑到了卡夫卡面前嗅了嗅，质问他为什么一身的怪兽味儿。
刚在妹子面前装完逼就被打脸，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都开外挂了还是这么惨，慌忙双马尾找茬，把卡夫卡和世川的车掀飞之后主动报上名号4公之奇可路，而且一上来就闻到了卡夫卡身上的怪兽味。世川连忙解释，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清理怪兽残骸，区清洁工也配来这种地方。奇可路刚嘲讽完，就看到卡夫卡竟然独自将大面包车摆正，他自己是穿了私人战斗服才有那样的力量，难免以己度人。而卡夫卡也模仿刚刚的奇可路来了个自我介绍，结果刚装完逼，大小姐的管家就把车开进了停车位。奇可路却对这个男人产生了一丝兴趣，那就赛场上见吧。世川则对前辈很无语，测试还没开始就对用外挂力量，让他很不放心啊。卡夫卡急忙保证绝不会在测试里出岔子。他们的第2轮测验终于要开始了，分为体能鉴定和资质鉴定2个阶段。资质鉴定说白了是看天赋，个人是无法控制的，那就只能争取在体能鉴定里获得好成绩了。然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已经年过30岁的卡夫卡怎么可能比得过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们？几乎每一项测试都是倒数第一。不过即便如此，他也没有使用怪兽能力。很快体能审查的结果出来了，225个人里卡夫卡排219。就在他面对着成绩沮丧的时候，排名第5的奇可路过来狠狠地嘲笑他了。哎呀，就这样，就这还想让我记住你的名字呢？卡夫卡悔不当初，早知道不装逼了。世川就很欣慰他没有使用那股力量。其实卡夫卡是觉得大家都是付出了努力的人，他要是开挂就是不尊重其他人的努力，结果帅不过3秒。早知道自己真实水平这么差劲儿，他就用了呀。另一边，米娜也收到了参与2次测验的名单，自然看到了其中的卡夫卡，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让部下继续汇报情况。锅盖头列举了几个值得注意的人选：出云春，东京讨伐大学以第1名毕业的优秀人才；古桥一纯，八王子讨伐专科学校以第1名毕业的优秀人才；神乐木葵，路上自卫星的星星。除了这几位之外，还有身穿各地讨伐大学与专科学校运动服的人也很多。而在这之中最顶尖的存在，还得是16岁就从加利福尼亚讨伐大学跳级成为最年轻毕业生，被誉为史上最杰出的天才少女的4公之奇可路，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整体水平最高的一届了。这时双马尾又过来开嘲讽了，却没想到卡夫卡激动地抓住他的肩膀，原来你这么厉害啊！然后就被大小姐的保镖狠狠揍了一顿。这一下卡夫卡发誓必须得让大小姐出一次丑了。虽然卡夫卡已经在逃chạy的边缘，但是世川告诉他，近2年的资质鉴定考的都是怪兽尸体处理相关的问题，跟他们刚好专业对口，说不定可以绝地反击呢。结果到了资质鉴定的地方一看，居然是活的怪兽，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将里面的怪兽给一一讨伐掉，根本不是什么尸体处理。世川和卡夫卡大惊失色，里面的怪兽就突然一个猛冲，直接朝锅盖头扑了过去。锅盖头眼睛都不眨一下，下一秒怪兽就被铁栏杆拦住，卡夫卡直接吓倒在地，又被大小姐给嘲笑了。当然也没让他们赤手空拳进去。出云科给每个人安排了战斗服，一穿上去，衣服就会自动吸附在身体上，仿佛跟身体融为一体，能明显感觉到力量大为提升。这是专门应对怪兽的战斗服，用怪兽的组织制作而成，穿上后可以测试出进行解放战力的测量。试穿是中规中矩的8%，之前说的3位优秀人才有15%左右，没经受过训练的就超过10%的人可以说是天才了，就算受过训练，一般也就是20%左右。万万没想到奇可路一上来就是46%，果然是天才少女，直接打破入队前的记录。就在这时，测试员的声音又变得惊讶起来，日毕业卡夫卡的解放战力居然是0哎！锅盖头刚说完还没见过0的，卡夫卡就让他见识了一下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最终评选就要开始了。场地里有1头主兽和36头鱼兽，考生们除了战斗服以外，还配备了对怪兽专用武器，以及具有自动追踪功能的无人机。一旦考生有生命危险，主办方就会远程遥控开启他们战斗服上的护盾，当然一旦开启就自动算作淘汰。说完规则后，所有考生迫不及待地涌入考场，其中表现最惊艳的当属奇可路，一进去就干脆利落干掉2头鱼兽。反观卡夫卡这边，因为解放战力为0，相当于战斗服一点也辅助不了，还多了装备的负重，以至于卡夫卡现在跑都跑不动。就在2人纠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，锅盖头告诉众人，最终评选米娜队长也会参与评分。卡夫卡瞬间来劲了，0%又如何？这可是他最后的机会呀！冷静下来的卡夫卡开始思考考官为什么安排无人机，或许他们真正要看的并不是讨伐数量，而是考生根据能力与现场状况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。而他跟世顺的攻击力都不高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去当辅助吧。刚好前方不远处就有一处小战场，主攻手是出云春一。看到怪兽蹄的形状，卡夫卡曾经想起他曾处理过这种鱼手。这家伙的弱点是眼神不好，优点则是听觉非常敏锐，所以卡夫卡直接扔了个眩晕手榴弹过去，扰乱鱼兽的听觉。鱼兽果然停止了进攻，卡夫卡赶紧提醒出云一，趁机攻击那家伙相对薄弱的腹部。2个主攻手照做，没想到还真就很快将鱼兽腹部击穿，庞大的身躯就此倒下。果然处理那么多怪兽尸体还是很有用的，这些知识能让卡夫卡迅速找到击杀怪兽的关键。这边处理完，2人去寻找
下一处战场。这每每想着马上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，一个突然钻出来的怪兽拳头一把握住卡夫卡，并且直接将其扔出去撞到墙上。卡夫卡受伤，鱼兽还在逼近，考官准备直接开启护盾。卡夫卡不想就此淘汰，更何况他的青梅还在看着呢，怎么能露出这么狼狈的一面？强撑着从地上爬了起来，眼看怪兽的血盆大口要将他吞吃入腹，考官都准备开启护盾了，结果下一秒鱼兽被一阵突突就给突死了。大小姐站在鱼兽尸体上，居高临下的望着卡夫卡，有我在的地方别想出现牺牲者，他会干脆利落的消灭掉所有怪兽。至于卡夫卡，直接躺那看着吧。说完后又奔赴了下一处战场，而卡夫卡因为腿受伤，现在连站都站不起来。锅盖头告诉他，他应该是有多处骨折，并很可能伤及内脏。说这话就是委婉劝卡夫卡主动放弃，卡夫卡却不想就此结束，哪怕只有一丝可能性，他也想继续下去。可是回想起自己的战力解放数字跟天才们天差地别，只有那些人才有资格和米娜并肩吗？不，决定是否放弃的人只有我自己。卡夫卡已经决定，他要赌上至今人生的一切，再次追上去。这一次他绝不放弃，而解放战力的数字从0升到了0.01%。